的欢愉片刻，生吞无尽苦涩，写下一曲挽歌，不堪芳华蹉跎，更楼还长，这一生要如何爱过？如秋色，如花火，一刹那凋落，却沉默，却执着，愿做一只飞蛾向烈火。我既然来武功，那我就要选九川最厉害的新川。既然来了新川，不就得找一个发展前景最好的东家，那不就是嫡长主吗？你呀，一辈子都只能待在这个院子里，靠我偶尔的怜悯度日。那个曾经的我，走过多少坎坷，看尽人心曲折。娘怎么能不希望你好啊？可是你这一走，二少主要是问我要人，我跟你爹可怎么办呢？信川少主雷霆之怒，燕川主要是拿你爹开刀，那我们全家可就没法活了。我希望以后的日子里，每天都能看到夫君的笑容。侯家姐姐，你再等等我。后院是平静而又祥和的，等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，两个人还能一起去后院晒太阳。再回眸，人如旧，吹落。站住！不准进！你们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见见郝家。侧夫人，你进去了。让我进去吧。不行，把剑放下。让开！快来人了！侧夫人自尽了。郝家，这。后事吧。什么准备后事啊？怎么就要准备后事了？您不能这么随便看两眼就让我们准备后事啊！您扎针、做汤药都可以的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我们不能准备后事。下官医术不精，侧夫人落水太久，几乎没了脉息，怕是不成了。您再看看，太医，您再看看，您再看看嘛。不行，我们就多找几个太医来，找好多太医来。您救救他！哎，侧夫人，您快请，您快请，容我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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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徐太医可能有办法，他曾经救醒过一个闭气多时之人，只是他身份特殊，恐怕难以请动啊。徐太医，晦气！刚生完孩子就给我整这出，人都丢尽了，要死怎么不死外面去？少主，积点口意吧。李薇，怎么样？嫡长主，请求您大发慈悲，去宫里请徐太医救郝家姐姐。徐太医，你知道徐太医是谁吗？徐太医是主上御用的太医。这深更半夜让我去找徐太医，万一让人揣测我想私自知道主上的病情，官司下来谁负责任啊？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疯了！你去把他给我追回来，惹上是非，咱们俩都有麻烦。去！赵芳如，站住！
主上今日头风发作，服了药休息了，几位恐怕不能进去。情况危急，您就让我们进去见一下主上吧。能不能先请徐太医前去医治，人命关天？这徐太医是主上御用，外调出去的话会很麻烦，还请刘少主见谅。麻烦梁总管通融一下，之后我们自会向主上禀明，一切都与总管无关。哎呀，今日真的不行，几位再想想其他办法。去换个热的来。夫人，我把孩子带过来了，给我。夫人，这是做什么？我必须得让郝家听到这个孩子的哭声，让他知道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孩子在等着他醒过来。他不能死，他必须醒过来。站住！让开！不让开，我血溅当场，我喷你们一脸！让开！把徐太医给我送回宫去。是。我看你们谁敢！今天郝家的命我们就定了。少主，太医我们已经带来了，你就行行好，让我们进去救救郝家姐姐吧。你弄清楚，郝家是我的，他的生死我说了算，跟你们这些外人何干？他不是你的误解，他是个人呐。他是个人？他算是什么人？他费尽心思跑到我的面前，我给过他机会啊，如今却想要死在我的府上，徒增晦气。他不是想死吗？让他去死呀！你无耻！贱人！退下！争！快去！庶子杂碎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不怕我禀明父亲吗？想要接人长短，得先清楚自己做过什么吧。二哥这么多年在护城寺是如何阅历的，我一清二楚。好自为之。太医，他怎么样啊？都进去这么久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没事儿，咱们再等等。都怪我，要是平日里再多关心他一些，他就不会这样了。不怪你，怎么会怪你呢？千错万错，都是尹松的错。这药也关了，针也下了，怎么都没见他有任何反应呢？能做的我都做了，眼下只能看侧夫人的命数了。若能醒转来，便能活下去；若是不能啊，侧夫人，侧夫人，不许哭！你家侧夫人还没死呢。郝家，你给我听着，今天你必须给我醒过来，否则等你孩子长大了之后，我就告诉他，你是自愿嫁给他爹做侧夫人的。你生下他之后，你就跟野男人跑了，不要他了。
若不在，等他长大了，我就让他跟着老二净学那些不好的。如果到了年纪，我就让老二就把他当作筹码，随便找一个人嫁了，就和你我一样，遇人不淑，凄风苦雨的过一辈子。如果他跟我哭，我就和他说：“你活该！谁让你生母不要你的？谁让你生母主动放弃的？”郝佳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听到了吗？你要真的听到了都无所谓的话，那行，那你去死好了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丝不想放弃，一丝替你孩子考虑的话，我拜托你睁开眼睛说句话好吗？郝佳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就睁开眼睛说句话，郝佳，郝佳。夫人，太医，你怎么只会这一招啊？你说什么？他刚才是不是说话了？郝佳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啊？我说，你怎么只会这一招啊？太好了，侧夫人醒了，侧夫人终于醒了。侧夫人，哎，太医怎么样了？诸位请放心，侧夫人醒了，眼下性命已无虞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不好，多救一下啊！那我们可以进去看看他吗？我听说你们做了那么多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只要你能活着，我们做多少都没关系。你之前一直不开心，那是因为你病了。以后把身子养好，只有你自己才是最珍贵的，知道吗？以后遇到任何问题，一定要跟我们讲。对啊，我们大家都在呢，干嘛总是一个人硬撑着呀？人活着就会有希望，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以后这种傻事不准再做。天亮了，郝佳姐姐现在已经没事了，但是二少主是不会放过她的。
我们不能让他再在那个地方耗下去了。他如今下定决心要离开，我们要替他好好谋划谋划。老二巴不得要折磨郝家一辈子呢，也不可能写休书。这件事的关键就在于川夫人。按九川卓选的规矩，即便老二不肯，但是只要有川夫人懿旨，郝家还是能出府的。只是我也想不到什么更好的办法能说服川夫人。我有利害动人心，人想做成什么，总得舍弃什么。其实，宫里已经有人议论，郝家是个祸水。若以顾虑声誉为由，我想，川夫人是会考虑将郝家赶走的。只是这样一来，郝家的名声怕是不会好了。放心，如今他是不会在意名声这些浮云了，只有自己的日子过好了，才是最重要的。想名正言顺的离开，居然这么不容易，还要背上祸水之名。多亏三少主给川夫人吹耳旁风，眼下旨已经下来了，准许你离开二少主府。只是宫中尚有非议，编排是你让二少主和五少主兄弟感情失和，得需些时日才能让众人忘记。那这是连累了五少主啊！上官怎么说？上官说了，五少主他不在意，只是你的名声。我的名声是身外之物，别人说祸水，众人避之，但眼下对于我来说，也未必是坏事。你当真是变了？只不过把以前想的事情都说出来了。以前我选错了路，本无可追。没想到死了一次之后，我清醒过来了。纵然世间会有再度让我赴死之事，但也绝不会是因为男人了。以前呢，我把嫁人做生意，男人当做东家。但我为什么不做自己的东家？世界那么大，只要我肯，我什么都能做。我一定会带着长乐，好好的活下去的。小薇，只是我不知道怎么谢你们。不用谢我们，要谢就谢你自己。谢谢你愿意重新选择。眼下只有一个问题了，就是我出去，怎么带着长乐一起出去啊？这个你放心，我们早就有计划了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张神婆亲口说的。算了八字，又亲眼看了孩子，说这孩子确实不想继续养在府里，容易让对少主最重要的那位与您离心。罢了，反正打一开始我也不想要这个孩子。看到他，就会想到他娘那个疯样子，也没什么用，就不留了。是。川夫人说你魅惑老五，使他犯上，因我们兄弟不和，所以你才留不得。说什么让你离府清修，不过都是为了维护我的颜面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吧？出府了之后，千万不要在外面乱嚼舌头根子。府里的东西都在这里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
这件衣服是府上的吧？布料也都是府上的吧？不慎穿了少主所赠衣物，还请少主再请允许我把这身水衣穿出去。不行，这件也脱下来。少主，脱下来。这套礼衣是我送给他的。郝家，你可以走了。多谢父。我看谁敢！我说让他走。你们都先出去吧，我有话私下和嫡长主谈。是。乔芳如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忤逆我！少主，我爹在代川长着20几座矿呢，偶尔忤逆一下丈夫，别人也会劝丈夫体谅的，不是吗？你一直不希望我能够怀上嫡长子，所以只能偷偷的在我的茶里面去放药。你数着黄历，等着自己继位之后，就想把我给休了。如今你我已经是名牌了，不如就这样相安无事的过下去吧。毕竟你也不能炸了我家的矿吧。所以还请少主和我一样，一日一日忍耐下去。你我就这样相看两生厌。我跟夫人说了，让你去她房里，夫人会护着你的，少主也不会把你怎么样。侧夫人，明明也想跟您一起走，可小人的身气在内务厅里。我此番离府，就是不想再接受豢养了。我想像你一样，用自己的双手去谋生。现在我带着你朝不保夕的，反而对你不好。而且，我希望你今后好好想一想自己的路该怎么走，知道吗？能你照顾我多时，如果不介意，你就叫我姐姐吧。郝家姐姐，哎。姑娘七让我叫你姐姐，便是平等待我。那律令，定不能让姐姐赤足离开。今后的路，姐姐要自己走了。愿姐姐走得平顺，一路坦途。谢谢你，也希望你今生一切顺遂。
来啦！来，郝佳，你总算是出来了，你可得多吃点。这也太丰盛了。哎，真的太谢谢你们了，帮我想办法逃离了那个地方，让我可以顺顺利利的把长乐接出来住。郝佳姐姐，大家都是这么要好的朋友了，就不要总这么客气。来，郝佳，欢迎你，谢谢。恭喜你脱离苦海，祝你以后海阔凭什么来着？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吃菜吧。吃大声。倒着。郝佳姐姐，以后呢，你就在这酒楼安心的住下，你的月子餐就包在我身上了，保证把你的身体养得白白胖胖。哎，干脆我们酒楼就推出一个月子餐如何？好呀，我们可以开一个孕妇和孩子可以置办东西的铺子，不光有孩子用的，还有孕妇和生产后的妇人坐月子用的。就借着月子餐和铺子，向大家普及孕妇的必要知识，让大家重视起来产后气郁的问题。关注孩子的同时，也能关注孕妇的情绪，这样才能母子平安、健健康康的。我同意。好，我也同意。诸位，咱们今天说这个月子餐，咱们书接上回说到这个产妇气郁，其实呢，这个妇人产后气郁啊，是一种非常寻常的疾病，并不可怕，但也一定要给予足够的重视。所以说呢，咱们就要提到咱们这个月子餐了，是吧？为什么要提这月子餐呢？这月子餐有啥呀？你们怎么来了？这位是？这是我新找的画师。哦。哎，嫂嫂，三哥请画师是为了画一些图册，说明妇人生产的不易，然后配合说书先生讲述的内容发给大家的。真的？这还差不多。吃的怎么样？味道还习惯吧？多吃点啊，宝宝真可爱。这个角度好。饼的味道怎么样？是清淡一点，但很有营养的。少吃一点会有厌恶。话痨问你啊，谁是我夫人不知道啊？夫人找我。我听闻你们最近在酒楼和铺子，让人给大家讲产后气郁之事，可是真的？少主，哎呀，您可回来了！一大早啊，侧夫人就被何夫人召见进宫去了。有说什么事吗？没有啊。夫人恕罪。我们这么做，是因为经历了郝佳姐姐的事情之后，才明白女子生产是多么不容易。若不能让人知道产后气郁之严重，不知道有多少女子会像郝佳姐姐那样，痛苦无人问津，只能以死作结。同为女子，我也想为旁人做些事，但凡有一人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优待，那便不枉。我也没有怪你们，只是事关新川宫颜面，现在已经有人知道郝家的事了。若是闹得人尽皆知，传到主上耳朵，免不了要降罪的。是我们疏忽了。罢了，眼下呢，主上未有所闻，我呢也全当不知。但今后你们需要谨慎，真闹大了，怕是我也帮不了你的。多谢夫人。来帮我浇点水吧。是。郝家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
多谢夫人关心。那就好。当时因为郝家姐姐的事情，来宫里求见过您。您嘴上虽然不答应，但也帮我们向川主求了情。此事还没好好谢谢您。我也不全是为了帮你，误伤其类罢了。少主说，您生他的时候也有些气郁，不想见人，就连少主也。是我失言了。嬴政，他都知道了，他从来没跟我说过。少主，他也想与您讲话来着，但是怕您不想见到他。是我很对不住他。当年我年纪尚小，就稀里糊涂被送来大选，进了宫还要生孩子。我自己还是个孩子，就要当母亲，很是害怕。后来看到我辛辛苦苦生下来的孩子，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，还整夜啼哭，弄得我无法入睡，整夜的熬，头发大把大把的掉，感觉自己一夜间就老了许多。我没有能力照顾自己，更没有办法把他照顾好。他越哭，我就越想逃，到最后就变得不敢见到他。久而久之，变成了亏欠他。见了郝家姐姐憔悴的样子，我大概能明白您当时有多么的煎熬。女子要当母亲，为了孩子是要舍弃一半自己的，这不是一件易事。或许应该放过自己了。整个宫的人都说我凉薄，苛待老练，偏爱时宜，不配做母亲。你却说我应该放过自己。我只是胡说，您只管一听。您当时无法亲自养育少主，不是错。但如今您要弥补的话，即使难以面对，也不应当是投报在另一个孩子身上啊。往事不可追，来日却还长。父母子女不因与往事痴缠而忘了当下。母亲，你怎么来了？来了，就坐会儿吧。你们聊，我先出去。侧夫人同何夫人讲完啦，那我们先回去吗？她同夫人讲完，肯定想与人说说话。我们等等她。小人觉得，少主为侧夫人做了许多，但其实一直都是侧夫人陪着少主的。她这个人呢，看着什么都理解，什么都不在乎，但其实是把事儿都藏心里了。有时候解决问题得快刀斩乱麻，想太多只会消耗自己。
别担心，我叫李薇来是想提醒。方才那些话，我也听见了。外人都说我不是一个好母亲，你一定也怨恨我吧？但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，让我能理解您当时的情况。我听闻我母亲当年险些自缢，也是因为我。不是因为你，你只是个孩子，能有什么错？都是我的问题，我该同你道歉。也不是母亲的错，你也不必再为过去自责。如今你长大了，我知道你是有抱负的。先前跟你说，不愿让你承担风险，带累小十一，都是违心的。其实，自从生了小十一，我才明白怎么做母亲，把对你的愧疚都加倍放在了他的身上。我很后悔，没有能陪伴你长大。其实母亲也不必后悔，现在弥补也来得及。喝茶。呀，那好，哎，糖人啊，糖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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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年少时对母亲心怀怨怼，没想到如今得到了一句抱歉。这么一想，已经很多年没跟她好好说过话。多谢。我也没做什么。你做的已经很多了。那我想要一个糖人。可以。姑娘看一下糖人。哎，谢谢。拿好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你要哪个？我要。这是老五。吃好啊！周掌柜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东家，这是刚刚收下的，我验过了，油印的不假，但版面是错的。您看这印花，还有这字体，都是略有不同啊。的确是假的。这是目前为止收到面额最大的了。面额最大啊？还有呢？时不时的老有，尤其近日居多。也有客人说咱们找假币给他，最后只能兑换铜钱给他们。我怕日子久了会越来越麻烦的。这箱子会有假币，没想到会有这么多。这是儿臣在集市上找到的假币，几乎可以乱真。不解，自假币出现以来，户政司一直都在彻查，只是如今市面上的假币还不算多，暂时构不成什么威胁。儿臣认为，应防微杜渐，尽快彻查。这是我们户政司的事儿，与你何干？是孤命老六
与会同意的几张假币，虽然引不起什么风波，但背后牵动的却是整个行川的。护政司领一队人马立即彻查，而且领命。哎呀，这假币这事儿，实属不好查呀。老六，你可知道，手伸得太长，容易为人斩断。若不是真的印刷版外流，假币不会放到如此程度。方才我没有说你护政司疏于管理，致使药检外泄，已经是给足你面子了。三弟，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护政司的印刷版是你的人在管吧？这本事为何是三哥在管？这开始不是我管的，后来二哥说他事儿多，就交给我了。他这是在给你下套啊！你不会真的认为老二会掺和假币的事儿吧？可就那点力，他也瞧不上啊。当初设计版式也是用了心思，没那么好放。若不是拿了真版，很难做到这个程度。当务之急还是要阻止这假币在市面上流通。是。各位，最近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假币，大家看一看，看清楚了，分辨一下真伪。若愿上缴，均可在我九川美食会免费兑换菜品一道。真的假的呀？我就收了几张假币，都砸手里了。现在到处都不收假币了，搁在手里它就是废纸一张，还不如上缴了，换点吃的。周老板所言当真？当真呢？我是假币，我要兑换菜品。我任有无了的。哎呀，不急，大家用手中的假币换取我手中的这张号签，再拿这个号签就可以免费兑换菜品啦。我九川美食会的丹川分号即将开业，到时候书店通用。大家还要记住，吃过之后呢，要对我们的菜。有了这等占便宜的好事，大家会更卖力地搜集假币，这样一来，就能尽快地将市面上的假币洗洗。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支持六少主和老三，可是这样咱们可是做赔本生意啊。无碍，等丹川的分号弄好了，我在新川的老乡就有专门的地方可以吃辣菜了，就当庆祝了。这钱我出了。放心吧，不会亏本的。他们吃了免费的菜，但是要对菜品提出意见，这些意见才是最宝贵、最值钱的。并且，护政司对大量上交的假币有补贴，我们以假币换菜的方式帮护政司搜集假币，也算是能抵消掉一些成本了。原来如此，只是这上交假币的人也太多了吧？这说明假币的数量已经超过我们的想象。看看，这是这几日九川酒楼收上来的，这新币刚发行多久，这假币就这么多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二哥根本就不想管这事儿。我想跟父亲说，让你来帮我。若你能劝说父亲同意，让我自然会尽力。这你说的，不许赖账啊！好，我这就进宫。哎，不用送我了。三少主此番前来，果然是希望少主助他查案。下官劝了这么久了，不希望你参与此事，少主却执意如此。就算查清了假币，护政司也不会落在少主的手里。彻查真相的美名，
只会落在三少主头上，事情却是你做的，弄不好还会弄个越权的名头。这新币是民生，没有好处也要做。若只为了自己那3分利，就没有实属，只剩账册了。初5，尹征在集市抓了几个假币贩子，起初都不肯说，用了刑，全都招了。初8，他和老3端了2处公房，抓了几个制版的。初9就起了底了，他们都说认识一个走私贩子，叫陈曦的。不过查了4日，总算是找到源头，只差抓这个陈曦。你是怎么回事？父亲，尹征用刑酷烈，听闻对印版贩子用了实刑。他已经跟姑说过了，没真的用，就是把这些人埋在土石里吓唬一下。税粮都给了，人一个都没死。父亲，那也是酷刑啊！嫡长主，你是想叫姑心传刑律不成？儿子不敢。假币的事，姑就交由尹征来处理。你若是始终处理不好户政司的事儿，就与老4一块儿去治理。父亲，回去好好想想吧。是。接下来一定要抓住尹征的把柄。这件事情已经将刑狱司都牵扯进来了，你们治理司那边一定要盯得紧一点，一旦发现他有违律，立即处置。是。舅舅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哦，还没有消息。不过岳侯爷说，或许可以用一桩新的事，来掩盖眼下要紧的这一件。如今父亲可是不像从前那么信任我了，必须得想一个办法，否则会更麻烦。老4，你现在和我可是一条船上的人，你知道该怎么做的。二哥放心，我都明白。你要去很久吗？不会打起来吧？不会的，你要相信我的能力，对我不要过于思念。少来！你非跟人家去干嘛？你又不会骑马。说什么呢？我好歹上过骑射课，我怎么不会骑了？再说这次呀，父亲让我跟着老6，就是去历练历练，说不定待我回来之时，父亲就给我指派一官职了。放心，他会骑，但是他晕马，骑时间长了就吐。哎呀，这腿顶上马都害怕。晕，好，上，走了啊！哎，你上马的时候小心一点，你那个腿别夹太紧，但你那手勒紧点。哎，好了，别太担心了。谁担心他了？走啊！走了！驾，拜拜！小心啊！多少小心啊！去，我去！
呀，哎呀，真不错啊！哎，我果然是一个驯马的天才啊！看多乖，这一路上，以后上班不能笑我。哎，对，老刘，你最近不是在帮三哥查这个假币的案子吗？你说这个时候二哥提议父亲让你来代川处理这件事情，是不是不太妙啊？连你都看出来了？什么叫连我都看出来了？我看起来很愚蠢吗？不过也好，可以查一查晨曦的项目。这洛河镇挨着丹川，还请去信让丹川主派兵帮忙看守，这样不会影响两川百姓的生活。那现在我们只需要把去向代川的平东镇官道封上即可，明白了吗？哎，你不是丹川那个女官吗？拜见二位少主。敢问究竟是为何要派人将洛河镇的官道全部封锁？明日起就是洛河镇茶马节，丹川东北州镇都靠这几日的茶马市役养活。如今闭锁官道，恐怕会影响百姓生计呀。你这消息从何而来？信川都城加急送来的敕令。不是，难道是我记错了吗？我怎么记得父亲只说要封了代川的官道，怎么到头来把丹川也给封了？是不是？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要跟丹川主见一面。我不去，我看得我紧张，我腿软。不是要历练吗？吴少主，请。什么命啊这是！走，辛苦了，五哥。封路的公函已然发下去了，以老六的性子，会作何决断？让父亲签发封路公函，就是给了他一条死路。若按制行事，这点时日可不够他来回请示的。弹劾的折子已然备好，待老六动作的消息传回，随时都。二哥放心，够大的。二哥这牌赢得漂亮。代川虽然已经有所表态，但矿脉不容有失，还是要严查关卡，不能让任何代川细作进入我新川境内。是，去吧。哎呀，五哥，你这风尘仆仆，行色匆匆，看来事情解决了。丹川主怎么说？没见着，他正忙着呀，这个安抚几个商户呢。但他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，马上就签发了公函，明确表示丹川会配合新川检视过往人员，以防有这个代川的人混进同安山。代川主那边呢？说是治理司盘错了心思，因为这同安山确实在史上和代川有过关系，这也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。他们还指望咱们照顾他们的石炭生意，所以短时间内不会轻举妄动。你不知道，我这次去丹川，看到那些商户和百姓们都在谈论此事，我发现这个茶马节还是挺重要的。当然了，这茶马节是当地最重要的节日，两地百姓都指望着它糊口营生呢。你说现在的写信，寄回给父亲让他收回成命，是不是来不及啊？这怎么办呀？所以我是。吴哥，你怎么想？我觉得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莫不如咱们先放开官道，然后再给父亲请罪，你看如何？你这不是爱屋及乌吧？老六，这是民生问题啊，什么爱屋及乌，这是大事儿，民生问题啊！哥，
你成长了。成长了。其实你早就有主意，你就试探我。哎，吃块饼消消气，甜的。哎，你之前说在这找那个什么溪，是不是还要再盘桓几日啊？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咱们明日还是先回去给父亲一个交代。对，虽然你已经跟代川谈妥了，但是还是要跟父亲说明才是啊。六少主递上请罪折子，说给丹川放行是为民生，可此举置本川利益于不顾，更是僭越独断，理应重罚。是啊，少主如此忤逆，实乃动摇新川之本啊！对呀，新川少主怎可偏袒外川？这个可少主也是为民生着想啊！哎，虽情有可原，但罪不可恕。上官总说要去这个游历江湖，你看这一路，以我现在的马术，我肯定不会拖到后腿。这样，我先进宫见父亲。哎，你说父亲不会反对给丹川通路这事儿要保矿脉吧？你这样，我先去酒楼找上官啊，等会儿见。行。啊，走。好家，这给你。哦，我不用，我没事儿。你就不能温柔点儿？好家就不会这样。郝家姐姐出府，宫里也有人传跟你有点关系。就算你不喜欢五嫂，但也是定下的姻缘了，你得收起那点花花肠子。下去吧。喂，你在不在里边？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今天跟老九说的话，我全部都听到了，我心里很在意。但我还是要跟你说清楚，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郝家？我跟你说话呢，尹奇，你听没听见？夫人，不好了！夫人，不好了！近日少主进宫问安，迟迟未归。方才小人去问，结果听说五少主跟六少主被扣下了。什么？这一本治理司弹劾六少主不遵敕令，擅自给丹川放行，僭越独断。这一本弹劾六少主目中无人，置本川于不顾。户政司弹劾六少主对丹川主谄媚，罔顾矿脉。集市中弹劾六少主忤逆，不遵定制，先斩后奏。姑竟是不知，你胆子这么大，儿臣不敢。封路一事事关民生，时间紧迫，所以儿臣斗胆倒行逆施。老六，你的请罪折子，姑都看过了。你要说此事是因为你一人所为，姑定然不信。老五这丹川女婿，就全然不知吗？五哥确实全然不知，他性子淡薄，甚少管事，你也知道。父亲，
儿臣也以为此事绝非老五所能决断，外臣皆知，此事由老六负责。他居然敢越过父亲做出决断，莫不是他以为自己比主上更懂得拿捏分寸？嫡长主也不必夸大其词。主上，丹川主已经同意会严查关卡，不会让任何代川探子入境。老六啊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孤为什么要在茶马节开始之前封禁官道？洛河镇茶马节鱼龙混杂，若代川有心害一个探子混入其中，再经由丹川潜入同安山涉及矿脉，你待如何？这些你是不会想不到的。那究竟是刚愎自用，还是存心抗旨？代川老六本该与代川主周旋，这才是九川事务司该做的事儿。而如今六弟失职，儿臣无奈也只能适机从权，自行与代川交涉。你与代川交涉？你何时与代川交涉？儿臣的岳丈乃是代川矿主，他已联手其他矿主说服代川主放弃同安山矿脉。如今事情已成，这是回函。看来代川主早就已经想明白了，同安山是我川领地，他们不该觊觎。老六，你是新川的少主，不是丹川的少主。此次父亲派你去同安山，是为了让你保住矿脉，与代川斡旋。而你所做之事，与抗旨无异。但好在，大家都是自家人，请罪折子道一声僭越，也就可以高高抬起，轻轻放下。老六，你可知罪？僭越之罪，等撤职查办，罪责另行处置。明日起，你就不用去九川事务司应卯了。父亲，不可呀！父亲，老刘确实与代川多次交涉，而且二度撤职，众人会如何看待六少主啊？父亲，请父亲明鉴。其实，私撤丹川路禁的是我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儿臣是丹川主的妹婿，急于维护一姐，才私自做了决断。老刘什么都不知道。父亲，老五。你撒谎，你要找几个合适的理由。你们同去同安山，你听令于他，没有他的指令，你能决断？我怎么不能？没有给丹川通用的指令，我都敢放行，我还会怕老六不同意我吗？父亲，此事与五哥无关啊！父亲，此事确实是儿臣一人所为。如果你要罚，就罚我吧。父亲，老六什么都不知道啊！父亲，好了，来人，在，将五少主、六少主拖出去，杖20。关入监室。是。父亲，你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。老六什么都不知道啊！父亲，父亲，老六真的不知道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他俩明明做的是好事，怎么反被人利用，判上了罪名？小人听说，本来都把五少主摘出去了，可一听主上要治咱们少主的罪，这五少主一着急，就说事情都是自己做的，真不知道后面会有什么结果。上官，你先回家，给丹川主写封信，让他千万不要上书求情。僭越这事儿，最是犯了忌讳，再有外传说效，更是容易让人抓住把柄。还是先摸清楚事情始末才好。
事无定论，若是妄自揣测，只会自寻烦恼。你放心，我和元英会设法进宫，求何夫人和陈夫人帮忙的。啊！多谢你妈。会好的。